我开局穿成三国第一窝囊废阿斗，面对历史上累死的相父诸葛亮，我直接给他安排双休，1周必须休息2天，再穿上盔甲御驾亲征北伐曹魏，用自制的黑火药震天雷，玉山开路，玉城炸城。司马昭跪在我脚下，吓得尿了裤子，疯狂发抖。司马懿吐着黑血，问我到底是什么怪物。作为刚刚推平曹魏的大汉天子刘禅，我坐在洛阳皇宫的龙椅上，俯视着这对窃国贼父子，大笑着说出了那句千古名言：此间乐，不思蜀啊！而这一切都要从那天说起。孔明啊，如果阿斗还能扶得起来，你就帮帮他；如果他实在是个废物，这大汉的皇位你就自己做吧。陛下放心，臣就算拼上这条性命，也一定会好好辅佐少主，匡扶大汉江山。孔明、刘备、白帝城、托孤，靠！我穿越了，穿成了那个扶不起的阿斗刘禅。白帝城托孤，千古佳话。放屁！这简直是堪比现代职场最恶劣的临终 PUA。蜀汉现在是个什么鬼样子？还有心思搞这些？夷陵之战，老爹把基业都烧空了。现在外有曹魏虎视眈眈，内有权臣各怀鬼胎。此时的大汉社稷摇摇欲坠。既然我穿越成了刘禅，那这大汉就由我来匡复吧。子龙叔何在？臣在。封锁大殿，没有孤的命令，今天这白极城行宫，一只苍蝇也不准飞出去。擅闯者无论官职大小，就地格杀。诺，老臣遵太子令。今日这殿内，谁敢妄动，踏过赵云的尸体？阿斗，你要造反吗？爹，收起你那套无聊的帝王心术吧。你试探相父，无非是怕我压不住他。但你用脚趾头想想，你把相父吓个半死，就算他今天发了毒誓，以后干活能不留一线吗？现在大汉已经是个随时会散架的空壳了，没有相父拼了命的去搞内政，你指望那个连账本都做不明白的李严来匡扶汉室吗？你到底是谁？我的阿斗绝不可能。你的阿斗如果真是个傻子，早就死在长坂坡，或者被孙夫人带回江东喂鱼了。装傻是为了在这帮骄兵悍将手里活命。现在你快挂了，老天爷把这个烂摊子砸在我头上，我不装了，我摊牌了。相父，你看清楚了，我刘禅不是你以为的那个废物点心。从今天起，你主内，我主外，你负责让大汉这部破机器重新运转起来，我负责帮你砍掉那些卡在齿轮里的烂肉。咱们之间不搞猜忌，不玩平衡，我给你绝对的信任和行政，但你也得记住，大局的节奏必须按我的规矩来，听懂了吗？老臣遵旨。好啊，老子打了一辈子雁，临了被你这小兔崽子啄了眼，像我，真像我大汉的种。主公！臣亮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子龙叔，相父，子龙叔，眼泪流干了，就该干活了。回成都的第一把火，就拿你这个只会哭丧的益州派刺头祭旗吧。陛下，先帝心丧，百废待兴，臣主管江州防务与粮草调位，日夜操劳，这是近半年的钱粮账目，还请陛下过目。哼，这老狐狸不仅是来给我下马威的，更是来跟诸葛亮抢权的。他知道我看不懂古代这种流水账，只要我今天点了头，说一句爱妾辛苦，他在财政和军事上的特权就彻底坐实了。呈上来。
靠，这古代的账本做的也太粗糙了吧！没有复式记账法，没有资产负债表，全是入多少出多少的单箱流水。对于普通人来说，这几万字的竹简确实能把人看晕，但李坚千算万算，算不到他面对的是一个在现代资本市场里专门查烂账、清洗蛀虫的重组专家。李清，按你这账本上写的，江州去年秋收上缴粮草40万石，对吧？回陛下，正是。但沿途损耗加上驻军开销……闭嘴！我让你解释损耗了吗？江州到成都走水路顺江而上，逆水行舟确实有损耗，但你账面上报的损耗率是30%。李岩，你是用漏水的破船运的粮，还是江里的王八把你的粮给吃了？陛下，这水路运输意外损失本就难以控制。行，难以控制是吧？那这笔账你怎么算？你给白衣坛永安宫拨的丧葬费和维稳军费，账面支出是5000万钱，但我昨天刚核对过永安守将的签收底单，实际到账只有3000万钱，剩下那2000万钱呢？被鬼借去花了吗？陛下，臣乃先帝亲封的托孤重臣，你怎可凭空污人清白？这账目繁杂，定是底下的小吏抄录有误。抄录有误，好一个甩锅小吏的经典手术！李岩，你真以为孤是个只会在后宫斗蛐蛐的傻子吗？你仗着托孤之名，把持江州军政，在后勤报表上做阴阳账，虚报损耗，克扣军需。你以为你瞒得过相父，瞒得过天下人，就能糊弄我吗？陛下，这是诬陷啊！臣对大汉忠心耿耿，若无实证，陛下今日这般折辱老臣，如何让天下人心服口服？跟这种老狐狸讲道理是没用的，必须用物理手段降维打击。关兴、张豹何在？把东西给孤抬上来。臣在。陛下，按您的吩咐，昨晚俺们兄弟俩带人踹了李大人的城外私宅，在他那密教里查抄出瞒报的粮食20万担，金饼300拎，这是从这老小子嘴里叫出来的真实密账，请陛下过目。先帝让你辅佐我，是让你给我当牛做马，不是让你来偷我的创业资金的。传旨，李严贪赃枉法，欺君罔上，剥夺其江州都督、中都护一切军政职务，念其先帝托孤之情，免其死罪，削职为民，流放子贪，抄没其全部家产，充入国库，充作北伐军资。关兴、张豹，臣在。扒了他的朝服，给我扔出去。诺。孤再说最后一遍，大汉现在没钱、没粮、没地盘，孤要的是能干活、能打仗的狼，不是趴在国家动脉上当吸血的蛆。谁再敢在钱粮上做手脚，李嫣就是你们的下场。臣等谨遵圣谕，万岁万岁万万岁！职场第一波清洗完美收官，兵权和财权终于彻底攥在了我们自己人手里了。诸葛相父竟然又在上书台点着灯熬夜干活了。靠！老子费这么大劲搞掉李应，是为了让你这台唯一的顶梁柱继续过劳死的吗？相父，你必须强制双修。陛下，深夜严寒，陛下怎么不在后宫安歇，来这上书台作甚？我不来，难道等着明天早上给你收尸吗？什么？成都南门王屠户与李寡妇因半扇猪肉斗殴，杖责20。江州库房暴损3只长矛，申请核销。左将军营中战马夜惊，踩死鸡2只。靠！相父，你堂堂大汉丞相，集团唯一的 CEO， 半夜不睡觉在这咳血，就为了批复2只鸡的死亡报告和寡妇打架的纠纷吗？陛下，蜀汉国小民疲，先帝将这锦绣江山托付于臣，臣若不事必兵亲，恐生纰漏啊！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这些事虽小，但若无人监管，所以你就把自己当成一头拉磨的驴，准备活活累死在磨盘上吗？前世我见过太多这种全能型卷王，他们能力极强，责任心爆棚，
但致命弱点就是不敢放权，最后往往不是猝死，就是把整个公司的梯队建设搞得一塌糊涂。相夫，你以为你这是忠诚？你死了，谁来顶你的位置？你一死，蜀汉集团立刻就会因为中层管理断策而当场解散。你这是在透支大汉的国运，来满足你个人的完美主义啊！从明天开始，我要对尚书台进行全面重组。子龙叔，拿笔墨来，我今晚就要下圣旨。陛下，老臣若有做得不对的地方，臣改便是。但这丞相之权关乎国本。少废话，听着。第1条，成立内阁秘书处。第2条，提拔蒋琬、费仪、董永为秘书郎。以后全国各地的公文必须先由他们进行初审，涉及国策、军机10万钱以上的拨款才允许呈报给丞相。谁敢把寡妇打架、丢鸡少狗的事直接报给丞相，涉事官员原地免职。第2条，确立 KPI 考核制度，各部官员职责细化，出了问题拿主管开刀，不准在事事都推给丞相决断。第3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实行双休制度。双休就是每工作5天，必须强制休息2天。休息日不准进关看公文，每天虚时一过，尚书台强制熄灯锁门。这圣旨明天一早就会贴满成都的大街小巷。子龙叔，臣在。以后你每天晚上带人来尚书台巡视，谁敢在下班时间给丞相送公文，或者丞相敢私自加班，一经发现给丞相送公文的，以刺踏军部罪论处，夷3族。丞相要是自己偷偷加班，我就天天去后宫临选10个妃子荒淫无道给你们看。陛下不可。那就给我好好活着，把身体养好。相父，这大汉的江山你一个人扛不动，我也不允许你一个人扛。你是我手里唯一一张 SSS 级的王牌，你要是炸了，这盘游戏我就直接点投降了。去睡觉，现在立刻马上。老臣领旨谢恩。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强制丞相双休，提拔秘书处过滤公文，确立 KPI 考核制度，各部官员职责细化。陛下圣明，若我等连这些鸡鸣狗碎之政都无力裁断，那便是坐视相父呕心沥血，与亲手弑贤何异？在这大汉设计的磨盘里，我等不只是实禄之臣，更是相父身前那道不可逾越的铁壁。建兴元年冬，永安的旧梦尚未散去，大汉的国运却在悄然转舵。蒋琬与费祎这2个年轻人，硬生生的从繁杂琐碎中为大汉磨砺出了最锋利的行政隔离墙。而诸葛亮因为得到了充足的睡眠和休息，咳血的毛病奇迹般的消失了。不仅如此，由于不再被琐事缠身，诸葛亮的大脑就像是久旱逢雨，浮尘尽散，战略眼光和决策速度直接翻倍。大汉这钻以险颓势、生锈之离的战车，在短短数月间，于新主掌舵下洗尽铅华，重铸金身。内部职场整顿完毕，血条稳住了，接下来该出去打架了。报！禀陛下，镇北将军魏延在汉中军事会议上，因其提出的四五股奇谋被丞相否决，当场掀了桌子，正闹着要回成都见驾。来了，那个全蜀海燕最刺头，但也最敢打敢拼的狂人魏延，带着他的死五股计划来了。诸葛亮不敢冒的险，我敢。老子不仅要准了他的奇谋，还要给他配上超越这个时代的降维打击武器。姑知晓了，传镇北将军入殿。宣镇北将军入殿。陛下，臣请领精兵5000，由汉中川子五谷10日内直捣长安。那夏侯茂不过是个高粱子弟，闻臣兵至，必定弃城而逃。如此长安可一战一定。可丞相偏说臣这是去送死，非要走岐山那条慢喷喷的绝路。这是我登基后的建兴6年，经过我几个月的强制双修和行政重组，蜀汉这台生锈的机器终于攒够了家底，迎来了第一次北伐。按照历史原本的轨迹，此刻正是在汉中军事会议上，诸葛亮因为求稳，毫不留情地毙掉了魏延的子午谷奇谋。魏延这刺头咽不下这口气，竟直接快马加鞭跑回成都，找我这个皇帝告御状来了。陛下，此计甚好啊！长安守将夏侯茂是个高粱子弟，懦弱无谋。陛下，死五路崎岖险阻，5000兵马孤军深入，粮草辎重根本无法跟上。若夏侯茂据城坚守不出，10日内我军必不战自溃。魏将军此计太过行险，犹如悬崖走钢丝。我大汉本就兵微将寡，折腾不起啊！
从现代军事逻辑来看，诸葛亮是对的。这是一场胜率不到1成的豪赌，没有后勤，没有重火力，5000轻步兵去摸曹魏西北大军区的指挥部，无疑是自投罗网。但这也是蜀汉唯一一次能打曹魏一个措手不及的机会。等曹魏的反应过来，蜀汉这辈子也别想摸到长安的城墙。风险投资的铁律是什么？高风险高回报。既然胜率只有1成，那我就用现代科技强行把胜率拉到10成。陛下怎会亲自涉险？臣正依兵法在此布阵。此山地势险要，臣正与娘的阵。臣犯了何罪？兵法云：居高临下，势如破竹。臣屯兵于山上，若魏军赶来，臣必让他们有来无回啊！你给孤睁大你的狗眼看看，这山上有一滴水吗？有一口井吗？这山下有河，可派人下山取水。取你个头！他若是率领铁骑把这山头一围，切断你的水源，不出3天，你这山上的几万大军连尿都没得喝。到时候别说破竹，你们连拿刀的力气都没有，全他妈得变成魏军的活靶子。陛下圣明啊！末将苦苦哀求马将军当道诸营，他就是不听啊！关兴、张豹，臣在。赤夺马谡先锋之印，将他给孤绑了，扔到后军去喂马。若敢多言半句，就地正法！陛下，陛下！陛下，此为何意？这便是我为他们准备的坟墓。魏延，臣在。丞相说的没错，你这计策确实是去送死。陛下，臣愿立军令状，若拿不下长安，提头来见。哼，孤要你的脑袋有什么用？孤要的是长安，5000人确实不够塞曹军牙缝的。魏延，你的胆子还是太小了。这计策朕准了，但朕不给你5000，朕给你15000当飞军。谢陛下。啊，这是陛下不可啊！10000大军难通过子午谷，且长安城池高大坚固，没有攻城器械，血肉之躯如何能破城？谁说没有攻城器械？张苞何在？末将在。孤让你们以为孤在后宫沉迷喜乐，实际上孤在让少府的工匠日夜不停地锻造此物。孤赐名为震天雷。陛下，此物有何用处？演示给他们看。陛下，魏延，臣在。带上这1万精锐，带上300桶震天石，遇山开路，遇城炸城。夏后毛如果不跑，你就给孤把长安的城门炸上天。10日之内，孤要在未央瓮里喝茶。敢立军令状否？臣万死不辞。若拿不下长安，臣把自己炸成碎泥。子龙叔，老臣在。魏延走子午谷是骑兵，但曹真不是傻子，他必定重兵把守斜谷。孤要你领兵2万，出斜谷大张旗鼓的吸引曹军主力。孤不但给你震天雷，
少府最新改良的连发诸葛弩，姑给你配了5000把。以往你都是单枪匹马在万军丛中力杀进杀出，这次姑要你带着这漫天箭雨和天雷地火，给曹魏的大军好好上一课。老臣这杆枪虽然老了，但替陛下扫平群魔，尚可一战。好，传旨，大军明日拔营，兵发汉中。丞相坐镇成都，统筹粮草，朕要亲自上前线督战。天佑大汉，陛下神武，老臣在成都静候大捷。传旨，出兵北伐。王爷不偏安，汉贼不两立，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名，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爷亦亡，唯坐而待亡，孰与伐之？什么？先锋官马谡已领兵1万，前往街亭扎营脱手。靠！光顾着给魏延和赵云升级装备，竟然忘了这个历史上的致命 bug。历史的惯性竟然还是把这个只知道纸上谈兵的赵括2号推到了街亭那个决定全军生死的咽喉要道上。现在去追还来得及吗？关兴、张豹、末将在，把所有骑兵的马鞍都给姑卸了，换上轻装，备上最快的好马，拿上所有的火药。马谡这蠢货要是敢上山扎营，姑今天非亲手活劈了他不可。全军急行军，目标街亭。叫！把咽喉药道交给这货，这跟把公司的公章交给一个刚毕业连财务报表都看不懂的实习生有什么区别？简直是胡闹！陛下，前面就是街亭了。靠！大路上连个鬼影子都没有。来人，把这些物资都搬到山上去！让开！都给姑滚开！何人敢冲撞本将？陛下，你怎么来了？王平，传姑旨意，全军立刻下山，在五路总口当道扎营。陛下，张合乃魏国名将，麾下都是精锐重装骑兵，巨装铁骑。我军不足，若在平地列阵，恐难挡其锋锐啊！谁说我们要跟他的重骑兵硬碰硬了？前是为了做军工企业的并购案，我可是把1战、2战的阵地战术研究了个透。这是……这是我能做到的极限了。关兴，臣在。你带5000人，给姑在大道正中间横向深掘3道壕沟，每一道壕沟都有1人深2人宽，挖出来的土全部堆在己方一侧，夯实成土墙。诺。张苞，臣在。你去把营里所有的铁蒺藜、巨马枪全都搬出来。姑教你一个新玩意儿，把铁蒺藜用荆棘和带刺的藤蔓死死缠在一起，拉成网，铺在2道壕沟之间。诺。王平，臣在。姑带来的那100桶震天天雷，你带人趁夜埋在最前面那道防线外50步的土里，引线连上绊马索，做好伪装。诺。赤黑不是报说蜀军主将是个叫马谡的书生，准备在山上扎营吗？这平地上挖得像老鼠洞一样的是什么阵法？蜀人怯懦，在这平地之上，他们挖再多的泥坑，也挡不住我大魏铁骑的冲锋。属下愿领5000铁骑，一举踏平敌营。冲阵，凿穿他们！杀！杀！进陷阱了！拿绊马索，点火！
这是什么妖术？老夫征战一生，从未见过如此诡异的防御战。我军重装骑兵竟然连敌人的衣角都没摸到。张合老二，大汉天子在此，你若不想让你麾下的精锐全折在这儿，就给孤滚回长安去！鸣金收兵！陛下神威！陛下，魏军被打退了，我们要不要乘胜追击？追什么追？张合只是个打工的，魏延此刻应该已经逼近长安了。曹魏真正的操盘手是那只隐忍了半辈子的老乌龟，估计已经忍不住要出手了。司马懿，你的兵权该被孤夺走了。5000巨装铁器，震得大魏精锐。连张崇都没看清那阵法是什么，就全折在了一堆泥宫里。刘禅那个庶子，他凭什么？陛下，那蜀军似有妖术，雷鸣阵阵，地火冲天，那是非人力可敌之阵。借口，全是借口！朕要的是长安，要的是街亭，不是这些虚妄的鬼话。难道真的只有那个人了吗？朕锁了他3年，防了他3年。陛下，蜀兵已逼近渭水，若关中一失，洛阳危矣。传朕旨意，起驾去司马府。主公，圣驾到了。仲南，你在家这橘子剥的可好？外面的天都要塌了，你这棋局倒是一点没乱。臣老迈昏聩，不知圣驾光临，死罪。行了，别演了。张合败了，街亭丢了，刘禅那小儿现在就在渭水南岸，拿千里镜盯着朕的项上人头，你去不去？陛下，臣乃戴罪之身，关中10万大军皆是陛下羽翼，臣不敢僭越。司马懿，朕封你为大都督，统领关中10万大军，朕把大魏的家底全交给你，你得给朕守住关中。你若守不住，则自栽谢罪。臣领命，只要臣还在，渭水便是一道刘禅跨不过的死线。司马懿，你这个老贼，既然在渭水对岸按兵不动，让孤看看你到底在干什么。魏军匹夫，快出来受死！司马懿，你这个缩头乌龟！传令全军，不许出战，不许叫阵，挖沟垒土，谁敢言战者，斩！都督，那蜀军若叫骂，让他们骂。既然刘禅喜欢挖坑，那我们就把这渭水北岸变成一座埋葬他的坟墓。关兴张报，臣在。你们派人把一套女人的大红嫁衣送过去，说是我送给他司马懿的礼物。诺。司马懿，历史上的你是受了女装之辱而请旨出战，那是演戏。现在孤倒要看看，面对一个带着挂的穿越者，你还能演多久？哼，老东西，心理素质真他娘的好。既然你喜欢穿红装，孤就让你这辈子都脱不下来。曹魏现在的体量是我大汉的数倍，司马懿算盘打得很精，只要拖到入冬，蜀军粮草不济，不战自退。陛下，那老匹夫穿上女人衣服还挺得意。咱们的震天雷还有100多桶，末将愿带3000敢死队，晚上趁黑摸过河，把他的营寨给他炸上天。炸个屁啊！渭水这么宽，你抱着炸药包游过去，等你游到对岸，引线早成落汤鸡了。再说了，司马懿的营盘布置得像铁桶一样，怕你门都摸不到，就得被射成刺猬。啊？那就这么干耗着？陛下，咱们的粮草可只够撑1个半月了。张合虽然败了，但曹魏底蕴厚，他们耗得起，咱们耗不起啊。孤可没闲工夫陪他在这吹西北风。正面打不穿他的乌龟壳，孤就从内部把他的基本盘给端了。锦衣卫的种子撒出去了吗？回陛下，按您的吩咐，
从李严府上抄出的那300斤金饼分毫未留，已经全部通过咱们部下的思路暗线，送到了洛阳曹睿身边那几个贪婪成性的贴身宦官手里。好，钱能通神，更能通鬼。曹睿那个疑心病晚期，最听不得身边人的枕头风。司马懿啊，司马懿，你能在渭水耗死诸葛亮，是因为诸葛亮守礼，而孤不讲武德。对付你这种老狐狸，正面战场只是诱饵。孤要从洛阳的防火墙直接格式化你的后路。孤让你们编的那首童谣在洛阳传开了吗？回陛下，何止是传开，简直是如疫病般席卷。现在洛阳的3岁小孩在街头巷尾拍着手都在唱，拦都拦不住。好，红裙摆，老狐笑，渭水边换新号。不拜曹家小皇帝，偏向汉家讨封赏。司马归，大魏王，从此洛阳改姓王。曹睿听了这童谣，再看看那几个收了钱的宦官递上去的情报，他还会觉得司马懿穿女服是隐忍吗？他会觉得那是司马懿在向孤自荐枕位，在跟孤联手要他的命。陛下，俺老张听得直犯糊涂。那曹睿又不是傻子，虽说宫里的太监拿了钱，天天在那吹风，说司马懿拥兵自重，图谋不轨，可几首小孩子的楼谣，当真就能让他杀了自家的大都督？童谣当然杀不了司马懿，司马老狐狸在魏国根深蒂固，曹睿再多疑，也不会在阵前自断双臂。童谣只是为了在曹睿心里种下一颗怀疑的种子，只要那种子在，司马懿立的每一分战功，在曹睿眼里都会变成篡位的本钱。真正要司马懿命的是孤给他准备的第2把刀——金融战。这几个月，孤让少府停掉了1半的兵器生产，全部用来日夜不停地铸造曹魏的五铢钱。陛下，您铸造敌国的铜钱作甚？咱们的铜矿本就珍贵，全拿去造魏国的钱，这不是白白浪费自家的国力去资助资贼吗？资贼？你们懂个屁！这叫做空货币。当市面上的钱多到买不起一张糊饼的时候，曹魏的民心就不是司马懿那几条壕沟能守得住的了。这叫恶性通货膨胀。过去半个月，孤的暗探带着几百万这种劣质铜钱，借着魏国内乱、人心荡动的机会，疯狂涌入长安和洛阳的黑市。那不是钱，那是孤喂给曹魏的穿肠毒药。他们用这些根本不值钱的废铁，在曹魏境内高价疯狂地收购粮食、布匹，甚至军用的铁矿。你们猜，现在魏国的物价变成了什么样？物价会飞涨？何止是飞涨，陛下神机妙算，如今洛阳的粮价已经翻了10倍不止。那帮豪强地主以为捡了便宜，拼命藏本，结果现在洛阳街头的百姓拿着满手的五制品，却连1斗米都买不到了。整个曹魏境内，商贾囤积居奇，百姓怨声载道，而他们的真金白银全被咱们换成了粮食，此时正走在运回汉中的栈道上。这就对了，曹魏的经济盘子再大，也扛不住孤这种国家级的造假倾销，国家物价崩溃，百姓食不果腹，连前线10万大军的军饷都成了废纸。而这个时候，拥兵10万的司马懿却屯兵渭水，按兵不动。洛阳城里还到处传唱着他要造反的童谣。你们说，如果你是那个生性多疑的曹睿，看着空空如也的国库，看着司马懿握着全国最精锐的兵马在河边观望，你会怎么想？陛下，这不是在打仗，您这是在兵不血刃地凌迟曹魏的国脉，杀人诛心，这比砍掉司马懿的脑袋还要狠上1万倍。好戏马上就要开场了，朕倒要看看他能玩出什么花样。司马老狐狸，孤为了送你这最后一场，可是把整个大魏的国运都填进去了。来了。曹睿的猜忌终究比孤的震实弹快了一步。司马仲达，陛下有旨，问你为何身着红装举杯消减，却是3军粮草枯竭于不顾？问你为何洛阳童谣遍地，皆称你要改朝换代？你手里握着大魏最后的精锐，究竟是在等蜀贼力竭，还是在等洛阳成空？树颜安敢辱我大都督？退下！全都给老夫退下！女装、童谣、物价、刘禅，好狠毒的招啊！你送我红装不是为了激我出战，而是让曹睿觉得我与你结盟。你在渭水按兵不动，却在洛阳用废钱挖空了大魏的根基。我守得住这百里渭水，却守不住主子的心，守不住这崩塌的国脉呀！哼，刘禅，原来你才是那只蛰伏最深的狐。
大都督，扒了这身逆贼的皮，带走。哼！大都督被抓了，那咱们算什么？家里的婆娘孩子都要饿死了，咱们还在给杀功臣的魂汤卖命，完了，逃命去吧！这一局，孤通杀。陛下，那老匹夫被抓了，他的乌龟壳啊碎了。先主在天之灵保佑，陛下神武。三军听令，传令魏延，立刻炸开长安城门。孤要在未央宫吃早点。先锋营，随我杀！活戳曹睿者，赏1000金，封万户侯。哈哈哈哈哈！子龙叔，臣在。率轻骑封锁潼关，哪怕是一只苍蝇，也不准飞进关中。关兴张报，给孤雷响战鼓，全军渡河。今日，孤要踏平渭水，剑指洛阳。去吧，大汉的利刃，去收割那个灵魂的腐烂帝国。快，进了潼关就是洛阳，只要守住关口，孤还有翻盘的机会。大汉中护军赵云在此等候魏主多时了，此路不通，请陛下下狱受缚。赵子龙，那个长坂坡的恶魔，杀了他，谁能杀他？上万户侯。长坂坡那一战，亲眼看着他在50万大军里杀了个7进7出，只为了救一个会哭的婴儿刘禅。而如今却成为我大魏最大的威胁。赵子龙，你家先主已崩，何苦为那庶子卖命？废话少说，想从此处过去，便用你的命来填。既然你求死，那我就成全你的忠义。哼，那就让老夫陪你过过招。这老怪物的力道为何比20年前还要沉重？张卷义，你输了，成王败寇。赵子龙，我输了。哼，动手吧。曹魏终于迎来了你的破产清算了。这就是权力的味道吗？比以前在写字楼里闻到的顶级香薰要提神1万倍。陛下，魏军全线溃降，曹睿那小子没跑掉，被赵老将军带着骑兵堵在未央宫里了。哼，走，去见见这位大魏的亡国之君，顺便问问他司马懿在牢里住的习不习惯。不可能，不可能！你明明是个连话都说不清楚傻子，刘禅，你到底用了什么妖术？妖术？曹睿，你输在太把自己当回事了。你的帝国在孤眼不过是个体量庞大的草台帮子，而孤是来给这片土地做不良资产重组的。念在你爷爷曹操当年也算是个英雄的份上，孤不杀你。胶州那边阳光充沛，正缺人种香蕉，孤封你为安乐公，带着你的宗室去海边吹风吧。这一辈子不准踏过长江半步。陛下，洛阳已破，
臣有一事相求。姑知道你要干什么，去吧。庞德之子庞慧，当年坑害过二叔三叔的那些旧半降将，还有沾过我大汉将士鲜血的杂碎，全给姑揪出来。臣叩谢天恩。开始吧，大汉的血不能白流。刘禅小儿，成王败寇，我父庞德宁死不降，我庞慧亦然。若得机会，我必屠尽你关氏满门。庞慧，你等不到那天了。这把刀是我父临终前留下的，他说若有朝一日重回洛阳，要用仇人的血洗净麦城的泥泞。父亲，二叔，庞慧受首，官家血仇报了。老一辈的意难平，在今天终于彻底平了。陛下，先帝当年的遗愿终于……子龙叔，姑陪你一起，这旗咱们亲手插上去。子龙叔，我们走。是，陛下。大汉万岁！别说这长安的龙椅确实比成都那个破木头垫子软乎多了。带上来。司马懿，刘禅，老夫一生谨慎，自诩算无一策。老夫想不通，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凭空炸裂的震天雷，祸乱我大魏物价列钱，还有那些恶毒童谣，你这些恶毒的阴招，根本不是诸葛孔明能想出来的手段。你究竟是个什么怪物？司马懿，姑说了，你叔在太把自己当回事，也太把这个草台班子帝国当回事。姑不是怪物，姑只是这个时代的终结者。老夫输了。只求你给我司马家留个后。留后？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你以为姑会像曹家那样蠢，养虎为患吗？陛下饶命，罪臣愿当牛做马，罪臣绝无二心啊！哎呀，这洛阳的宫殿真是比咱们成都的漂亮多了。这奢华的排场真是让人流连忘返啊！那陛下可还私塾否？洛阳挺好玩的，姑在这里，此间乐不思蜀啊！你拖下去，司马懿族，夷三族。父皇，相父，这趟烂账我平了，接下来该去看看东吴那个欠债不还的孙权了。不费一兵一卒，司马老儿防了诸葛亮一辈子，最后竟然被刘禅用一把破铜钱给玩死了。这大汉还是那个大汉吗？传旨，把当年参与过偷袭荆州吕蒙手下的那些残党，不论官职，通通绑了。既然刘禅要清算，姑就亲自把这笔债还上。啊！刘禅这小子疯了，他连司马懿都能活活玩死。姑要是等他带着那震天雷和费钱过江，江东士族非把姑撕了不可。既然横竖都要并入大汉集团，不如姑自己把自己卖个好价钱。罪臣孙权带江东6郡向大汉天子献降，愿为陛下马前卒。相父，这一世5丈原的灯我给你灭了，大汉的命我给你续上了。使命，先帝在天之灵，定能含笑九泉了。相父，
大汉能有今天，不是姑一个人的功劳，是你把这台破机器修好，姑才能开着它去撞死曹魏和东吴。相父，作为大汉集团最大的功臣，姑决定今天正式给你下达一道圣旨。大汉建兴8年，诏曰：丞相诸葛亮辅国半生，功盖寰宇。然岁月不居，姑不忍相父日夜劳心，即日起免去诸葛亮大汉丞相、录尚书事等一切行政职务。啊！加封诸葛亮为大汉太师，赐特权，建军不败入朝。没有姑的特批，任何人不得拿朝堂政务去烦扰太师，俸禄翻倍，带薪休假无限期。谢陛下天恩，臣终于可以去把当年没种完的田种完了。相父，虽然你退休了，但在你去种田之前，姑还有个东西想让你看看，就当是给你这颗无敌的大脑找点乐子。这是何物？姑管它叫地球仪。相父，你往西看，这里有个叫罗马的帝国；你往东看，穿过这片无尽的海域，有一块全是黄金和高产作物的无主之地。陛下，若此图为真，那我大汉的战船便可跨越沧海，我大汉的铁器便可踏足极西之地，这才是真正的千秋霸业呀！相父，说好了退休就是退休，这大航海时代的图纸，姑只是拿给你看看解闷的。以后的仗有关兴、张苞这帮年轻人去打，以后的国策有蒋琬他们去定。相父，你老了，该享清福了。至于这大汉未来的星辰大海，以后就交给我来吧。